这些命格的人一生都在学放下。嘿，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圣命老师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：你是不是常常觉得生命中总有些事情，你明明很想得到，很想紧紧抓住，但它却像手中的沙，抓得越紧，却流失得越快？也许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，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，又或是一笔好不容易赚来的钱。别急着叹气，你可能不是运气特别的差，而是你的命盘里早就写好了一个终极的人生课题，那就是要学会放下。今天我们要从紫微斗数的角度来解密几种天生带着放下课题的命格，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为何他们总是学习放下。三大命格特质。首先大家要知道，在命理学里，放下不是叫你躺平或是放弃哦，它是一种更高深的智慧。它有几种命格，老天爷就是会不断的创造情境，逼他们去参透这个道理。我们可以把这些特质拆解成三个主要的方向，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思路，看看是不是超有道理。第一种，手中沙型。感情机会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这种命格跟紫微斗数中的宫位字画最有关系。字画听起来很专业，对不对？简单说，它就是你命盘里的某一个宫位自带着一个出水口，能量会自己流出去，不会乖乖的待在原地。哪个宫位有字画，就提醒我们哪里是学习放下与释然的功课所在。举例来说，夫妻宫有字画的人，看似随缘，实则抓不住。这种人当下投入感情时可能很真诚，但事情一过，就容易变得漫不经心。他们看起来很自在，很随缘，但其实就少了点择善固执的坚持。而官禄宫有字画的人，虎头蛇尾，不了了之。他们的特点就是耐性比较不够，很多事情做到一半就会半途而废，不了了之。这就是因为那股自化的能量，把原本该凝聚的力量给散掉了。简单说，跟自化有关的放下课题，就是那种我曾经拥有，但转眼就成空的类型。机会、感情甚至朋友都会来来去去，留不太住。第二种，人生云霄飞车型。财富、感情时有时无，一下子冲上云端，一下子又跌入谷底。这样的情况在命理上叫做得位不得气，听起来更玄了，对不对？白话来说，就是生年四化落在正确的宫位上，但这个宫位又有同类的字画。财富来来去去，有这种现象的他们，财运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，可能今年赚到一大笔钱，明年又会因为一个意外全部赔光。就像是财帛宫有生年禄，又有字画禄，这样的命盘告诉你，我看起来很会赚钱，但钱在我身上就是留不住，很不稳定。感情分分合合，感情上更是经典。他们可能会经历我结婚了，然后又离婚了，离婚后又交往了一个新的，这种有变无，无变有的循环，让他们在关系中不断经历拥有和失去。所以这种有无往返变化的命格，就是有生年相又有同类字画相的类型。这些都是不稳定的状况，只要命盘中有这种现象，都会被迫在一次又一次的得而复失中去思考拥有的真正意义。这不就是在学放下吗？第三种，天生苦情剧主角型。我就是在乎
我就是放不下。最后这一种也是最揪心的，就跟我们的老朋友生年忌有关了。我们说过，忌代表了在乎、执着、欠债。当你的生年忌刚好落在命宫时，那你真的就是苦情剧的男女主角的命格了。天生的执着狂人，这种命格的人天生就对某些事情有着超出常人的执念，他们的固执己见很难沟通，看不开，舍不得，放不下。这句话真的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。对事情的看不开，对财务的舍不得，对感情的放不下。因为他们太在乎，太想紧抓不放，所以生命反而会不断给他们出难题，逼他们去面对这个终身的课题。而这种跟忌有关的功课，也就是最典型跟自己过不去。老天爷就是要透过一次次的挑战，让他们明白，有时候放过自己才是真正的解脱。那么有解吗？听到这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好几项都中了，是不是心头一惊，觉得我的人生也太难了吧？大家别紧张，就像Simon老师常说的，紫微斗数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自己，而不是给自己贴标签的。对于这种天生要学会放下的人来说，其实这不是诅咒，而是一份礼物。这代表你的灵魂选择了一条更高阶的成长路线。当你因为这些反复的失去和执着感到痛苦时，也正是你最有机会成长、最有机会获得大智慧的时候。这没有速成的解药，唯一的解药就是觉察。当你下一次又陷入那一种不甘心、放不下的情绪时，试着跳出来，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看自己，嘿，我的人生剧本又在开始上演了。然后再问问自己，还要继续演下去吗？还是有别的出路呢？光是这份看见，就是改变的开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从紫微斗数的宫位制化、得位不得气和生年忌3个角度，剖析了几种一生都在放下的命格。大家常以为命理只是在算未来，其实它更像是一面全景的地图。命盘让我们看见自己出发时的设定值与环境的配置，但要走哪一条路，选哪一种玩法，仍然要由我们自己决定。当我们懂得觉察、调整，甚至把人生的关卡玩出乐趣时，命理就成了引导我们成长与自在的好伙伴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若喜欢这一集的朋友，也别忘了按下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的频道哦。我是 Simon 老师，命理不神秘，了解就有力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